去的都安那里都不管，只有这个房子都不管的。捡回来的木料经过简单的处理，这个时候啊，木匠师傅要给它画上一些笋眼了，然后呢要开槽。看起来楼梯栏杆扶手没多少，但是做起来还是挺麻烦的。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，一天没有回来，外面的稻田基本上是插满秧苗了。这个季节啊，都在忙地里面的农活。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那边的玉米啊，已经长了这么高了。今天我们是继续回到乡里面来看木匠师傅做工，开始要做楼梯栏杆的扶手了。前2天为了节省钱，我们去山里面捡了一些废旧的木材，刚好可以把它给利用起来。之前我们在2楼还锯了很多木方，这个时候做楼梯的栏杆扶手也能用得上。待会儿呢走进去带大家一起看一下。问题就是这一边这个房子大，这个算是小小的石头，够一点。起完这嘛，这边就是栏杆扶手的柱子，现在开孔。我还看中的搞。这边的材料是前2天从山里面捡过来的废旧木材。那一个急都不要急。看这天气啊，今天晚上可能会下雨了。这边1楼的装修基本上也完成了，现在做栏杆的扶手。前2天啊，我们从山里面捡的废旧木材，经过木匠师傅的处理，现在变成了这样的木方。总共有3根立柱，上面的扶手也有3根，这2根是比较长的，这边还有根短的。这个位置已经全部隔出来了，里面是有一个柜子的，这边还有个柜子。我们前2天从城里面买的荷叶已经全部装上去了，这边是2扇门，这边矮一点的地方是1扇门。2楼的柜子也做好了，现在走上去给大家看一下。再过几天我们就开始打扫卫生了。这边的隔断墙前2天已经给大家分享过了。这边我们是做了一个柜子，可以放一些被子。这边的光线是比较暗的，现在没有装灯。打开门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，这里面还可以看到一些缝隙的。实际上我们在上油漆的过程当中要给它处理一下。这边总共是做了2格吧，底下有1格，上面呢还有1格，挺深的，可以放上不少东西呢。木房子里面啊，我们的灯线还没有接的，要等木匠师傅装修完之后，我们再叫水电师傅来安装水电。基本上前一段时间买的材料也用的差不多了，这会儿呢应该差不多够了吧。现在基本上就剩下了楼梯的栏杆扶手，还有2边厢房的外墙。外墙的木板我是从怀化那边买过来的，防腐木板，在户外淋雨是没问题的。
实际上前2天我们去山里面找这些废旧的木材，真的挺不容易的。昨天去山里面拍了个视频，所以木匠师傅在这边做工呢，改这个木料的过程没有拍下来。大家如果在你们的家乡当地有卖这样的栏杆、立柱还有扶手，也可以去加工厂里面买，然后呢拿回来安装就可以了。但是像我们这个楼梯栏杆扶手呢，如果在城里面去买的话，差不多要2-3千块钱左右。我就想着之前2楼不是锯下了很多木房子嘛，刚好可以利用，再去找一些立柱，然后呢就可以节省下这笔钱了。真的赚一点钱也挺不容易的。这栋房子啊，陆陆续续也花费了好几十万，包括房子快建好了，每天看着我视频，有些新朋友啊都问我，这样的一栋木房子从建到装修好能够入住，大概需要多少钱啊？实际上熟悉我的一些老粉丝都清楚，我已经无数次的说过，像这样的一栋木房子啊，从建到装修好，大概需要26万，接近28万左右。这是1层的木房子啊，2层的话会加个5到6万左右吧。那这样的一栋木房子呢，它从建好到入住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。我们这栋木房子是耽搁了一段时间，所以用了差不多2年半的时间吧。因为去年上半年我们到河边改造了一栋10年没人居住的老房子，所以说是耽搁了几个月。这两边的外墙啊，把栏杆扶手做好了之后，我们就要开始用木板给它包裹一层了。很多朋友建议我去买一些特殊的材料，或者买一些木纹防木纹的漆，用来涂抹一层。那确实啊，这个提议也挺好，但是我个人呢，还是比较喜欢木板吧，所以我还是决定去买了一些防腐木板，在上面包裹一层。还有一些朋友就问我，这栋房子盖的瓦片怎么和旁边邻居家有点区别呢？我说邻居家那栋房子啊，盖的都是本地的青瓦，那我们这栋新建的房子呢，上面盖的都是琉璃瓦，也就是瓷瓦，每一块瓦片都在瓦条之上用螺丝钉给固定了。这样的瓦片呢，它不用去检修，像这样一栋房子啊，20-30年，基本上如果瓦片不烂的话，它是不存在漏雨的。像旁边邻居家的木房子盖的是本地的青瓦，需要2到3年检修一次，也就是减瓦吧。我们这边啊，像减瓦匠已经是越来越少了，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纪，现在赚不到什么钱，年轻人都不愿意干这个活，所以我想到的是，也许10年、20年之后，没人减瓦了之后怎么办呢？那没有办法呢，只能盖上这样的琉璃瓦了。虽然看起来可能没有青瓦那么好看，但它比较实用，对不对啊？这个院坝也是花费了我们很多心血，从去年开始做基础，然后呢，在冬天的时候把整个院坝打好，将近有400平左右。实际上，这个院坝都可以建一栋2层楼的砖房了，造价的话将近20多万左右吧。双层的钢筋，总共混凝土用了300多方呢。我们是从地底下打基础上来的，把深度打下去大概将近3米左右，所以在这边的院坝建一栋房子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朋友们啊，看这个天气，可能马上要下雨了。现在是下午的4点多钟。那这几天呢，我们就忙着做楼梯栏杆扶手。
把这边做好了之后啊，再把外围包裹一下，基本上木匠师傅的工作就算已经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开始给这栋房子刷上油漆了。很多朋友都问我啊，回到农村来养老到底合不合适？还有很多朋友担心，他们是外地的，比如说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去租一栋房子，花费了很多时间、精力还有金钱去改造，真的很担心不适应这样的环境。那石头家的房子建好了之后，如果你有这样的担心，你可以来小住几天，住那么10天半个月，先来感受一下这边的环境如何，你再来做这样的打算，怎么样？那这就是我给朋友们的一个小小建议吧。好了，我是石头，这期的视频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还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